你要你姑母活，可以。除非他没了你这个倚仗，哀家倒可以给他一条活路。如今正是先帝丧仪，丧仪过后，你自寻了断。你不求哀家开恩饶恕？太后发落赐死，自然主意已定。臣妾知道求也无用。你要不死，也不是没有办法。哀家可以给你一条路选。乌拉那拉氏，有你姑母，便没有你；有你，便没有你姑母。若是臣妾死了，您可否圆姑母和先帝合葬的心愿？你倒真有孝心。只要他在行宫安分养老，哀家许他和先帝合葬，只是没有名分罢了。多谢太后。不过，皇帝若是知道你今日与哀家所言，你姑母便会和你一样，活不得了。臣妾明白，多谢太后。庆如大约是去了养心殿了，他该不会说出什么吧？景仁宫的事情呢，朕已经安排的差不多了，只是没想到风声传了出去，朕呢还得要顾及皇娘的心意。为了安抚皇娘，也为了你姑母来日能好好颐养天年，按太后奉养她的事，朕还得慢慢安排。皇上的难处，臣妾都明白。臣妾是替姑母难过。你放心，朕会将景仁宫移至圣经旧宫，好好安养。在这件事情上，他只是缺了一个名分罢了。后妃与君王失和，吃苦的肯定是他们自己。还请皇上顾怜姑母，不要让她在圣经旧宫吃苦。瞧你这话说的，你放心，朕呢，每一次去圣经，都会带你去探望她，平时也会派人多多伺候她。
臣妾多谢皇上。你要谢啊，就别嘴上说说。朕惦着你的暗香汤呢，什么时候给朕再做一碗？梅花都没开呢，怎么做暗香汤？朕知道你喜欢梅花，秋天过了就是冬天，会开很多梅花，到时候多做几碗给朕喝。你不答应朕啊？臣妾答应。你怎么了？臣妾只是想起与皇上初见。当日咱们一起听了一出墙头马上。墙头马上遥相顾，一见知君即断肠。朕记得，景，你和朕是年少情谊，虽然没有成为嫡父亲，但你和朕的情谊是谁也比不了的，知道吗？臣妾明白。皇上，如果日后臣妾不能日日给您请安，臣妾也会永远祈佑皇上龙体康健，事事顺遂。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来，你这个是怎么了？啊？不过朕也明白你姑母之事。一个女人为了名分，一生悲苦。朕明白你，朕和你一样怜悯你姑母。主，老主子真的没指望了吗？那我们会不会受牵连呀？主不该去的，万一这要是被太后娘娘知道了，可就麻烦了。太后怎么还做这些？先帝的丧仪将毕，不用再烧指定了。先帝灵前那些，都是哀家亲手做的。如今这手闲不住，你说这是烧给景仁公好呢，还是给他侄女呢？亲主是晚辈，哪里配得上您亲手做的东西？亲主来了。您快着点儿。主，你在这候着。
姑母，起来吧，我正要传你呢。我是来告诉姑母，皇上安排了您去行宫颐养天年。怎么颐养天年？不入史册，不赴太庙，来日以无名无分的先帝嫔妃身份下葬，再也不能和先帝同穴而眠。不是这样的，姑母只要安心的在行宫待着，死后会安享爱容，和先帝葬在一起。这个安排，你是有什么代价换来的呀？皇上疼惜我呀，才有这样的安排。没有钮祜禄氏的授意，皇上会答应你吗？他一定也让你选择。我们姑侄俩，谁能活下来？太后也来找您了。青莹，你过来。姑母知道你的性子，你必然会护着我，你会舍去自己的性命，保住我的名分。可是钮祜禄氏从来就是要我死，你死了有什么用？再说你死了，你心爱的弘历会放过我吗？啊，会让我翻身吗？就算他顾及到我是你的姑母，可我是堂堂大清的皇后，我怎么能够在钮祜禄氏的鼻息下没名没分、苟延残喘？姑母必须得死，她才会让你活下去，你才能够延续乌拉那拉氏的荣耀。姑母，你已经有了皇上的眷顾，你是乌拉那拉氏唯一的指望。你要得宠，你要做皇后。可是姑母，我从未妄求皇后之位，我只想跟皇上恩爱长久。你心里有弘历对吧？难道不想跟他生同寝，死同穴吗？你只有成了他的皇后，才能跟他生死不离呀。可是富察氏是一个好福晋，她将来也会是一个好皇后。庸庸碌碌，没有心气，乌拉那拉氏怎么就出了你这样一个女子？姑母，姑母，你怎么了？福生，你怎么了？钮祜禄氏给的这碗毒药，不为毒身，只为毒心。这宫里，哀家只能允许有一个乌拉那拉氏，这也是哀家最大的宽容。青莹啊，你要看着我死，证明我不是卑鄙自裁，而是有份报比，怪不得任何人。可是姑母，你分明是被太后逼死的。眼下你我都已无力反驳，你要活下去，你连恨都不要有。你不仅要让钮祜禄氏不杀你，还要让他成为你的助理。你要当皇后，才是为我报仇，更是对我的报答啊！你比我幸运，
你已经有皇上的宠爱，千万不要像公母这样成为一个弃妇。青英，乌拉那拉氏已经有一个弃妇了，再不能出第二个弃妇了。姑母，那一年，先帝封我为皇后，那是我最好的时光，身应殊荣，我爱的人也没有离开我。姑母，姑母，我去的时候，景仁公已经死了，出来的是青竹儿。太后，出来的是青主。成汉进去时，景仁宫那位已经气绝了，伺候他的秀夏也跟着自裁了。景仁公死了，那青英，暂时让他活着吧。那景仁宫那位，是不是密不发丧？哀家明日去见皇帝，与他商议。回皇上的话，待丧仪一毕，太后将迁居慈宁宫，太妃们迁居寿康宫，东西六宫会立刻拾掇出来，供嫔妃们居住。回禀皇上，景仁公过身了。什么？是秦主儿所言，保的是暴毙。真是暴毙。秦主儿是亲眼瞧着景仁公过身的。是服毒。毒从何来？之前太后去过景仁宫。让人去照顾景仁公的身后事。今儿个夜深了，明天一早，请清卓过来。这。景仁公过身了，他怎么死的？王清支支吾吾的，也说不太明白，只说皇上也很惊诧于景仁公骤然离世。王清不敢说，才见景仁公死得蹊跷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死了便好了。景仁公活着就是个祸害。啊，天色也不早了，姐姐这些日子也乏了，妾身就先行告退了。莲心，送侧福晋。是。这景仁公本是皇后，该颐养天年，若不是言行得救，失欢于先帝，也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。看来皇后之位不易做呀。您与景仁公怎么一样？您出身大族，又有皇子。景仁公何尝不是出身大族，又有皇子？只是皇子早夭，宠妃当权，才知太后一味易主，潦倒丧命，身后
连史书都不得记载，仿若是一粒不曾存在的尘埃。无论皇上怎么想，只要将来娘娘稳坐皇后之位，咱们的22个平安长大就好。皇上嘛，难免有宠爱之人，只盼他们先别生下皇子才好。若是嫡子长成，宠妃们再生下庶子，也就不怕了。皇上，慈宁宫历来为太后所居，既是太后所居，必得郑重待之。传朕旨意，精修慈宁宫，以供太后颐养天年。既有精修，慈宁宫一时就住不得人，那太后可以暂住寿康宫。让太后和太妃们同住，这也太窄巴了点儿。这，皇上小心外太后，奴才立刻去办。主儿，您为了老主子都哭了一夜了，现在要去见皇上，您好歹得打起点精神来啊！景仁宫过身了，皇帝知道了吧？是。秦英派人来禀过，说景仁宫是忧愤暴毙。忧愤暴毙？如何暴毙？不是自裁？秦英是景仁宫的侄女，所言应该不虚。那无论如何，景仁宫身份尴尬，他的丧仪，皇帝打算如何处置啊？虽无尊封，但先帝到底是未曾废后，景仁宫又因为皇阿玛驾崩而伤心暴毙，儿子打算以皇后之礼将其安葬。既无尊封，就不能以皇后之礼下葬，也不能与先帝同葬，才是先帝所言的死生不复相见。